伊朗拥有的技术里面，其实只有一样东西让我们担心，就是这个核弹。它能不能够偷偷摸摸的，你外界都不知道？如果说这里有2公斤的浓缩铀，它核爆是在0.00001秒的这个时间，全部一下子整个炸开。伊朗跟美国现在都在拉高双方的态势，尤其伊朗的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16、7、8万人，开玩笑，他们的装备比3军部队还要好。那他会不会打呢？任何一个国际的战争，就是他一定有一个利益。你看美国打委内瑞拉石油嘛，那美国上次为什么打伊朗？因为他快要把那个核弹给他做出来了，那我当然要把你打掉。那这一次他过去，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特别带观众朋友来关注在中东的战争一触即发，尤其现在美国跟以色列最担心的事情就是，难道伊朗是在试它的核弹吗？试爆它的核弹吗？400公斤的浓缩铀现在直奔有可能往武器化的方向去做发展吗？另外一方面，现在传出有消息说，伊朗的这个核潜舰已经前进到荷默兹海峡，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性？锁定的是美军的航母。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现在呢，美以战争看起来是一触即发了。伊朗方面已经说了，他们正在进行的是全面的备战。首先，现在让美国非常感到忧心的事情，就是因为发现了在伊朗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地方呢，出现了爆炸的这个事情哦，在1月27号的时候，所以呢，我们来看到马上的。就有这个快点的 Express 来做了一个报道，说这个设施爆炸之所以让美国非常的紧张，就是因为其实去年的6月份，疑似才遭到以色列空袭，而当时在轰炸的时候，它的目标就是这个基地里面的这个核武跟弹道设施的这个目标，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又再次的爆炸，也引爆外界质疑：难道伊朗你是在偷偷的测试，甚至推进你的核武能力吗？而让外界另外一个担忧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看起来伊朗在发展它的核武上面，好像慢慢的已经越来越成熟了。来自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特别做了一个调查，伊朗现在它的铀浓缩的浓度到60%，拥有超过400公斤的库存，而且已经接近了武器级所需要的技术跟材料，达到90%左右的一个浓度，所以国际社会也在高度的关注当中。刚刚提到了，除了核武是美国跟以色列最担心的之外，我们来看到在军事方面，现在传出来自于媒体的报道，2艘国产的是来自于伊朗的法塔赫级的潜舰部署在荷默兹海峡吗？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吗？今天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关注。另外就是流星和法塔赫的中程导弹，现在说已经蓄势待发了。伊朗除了自己对美国做警告之外，还包括了周边的黎巴嫩真主党、也门青年运动也发出警告，如果美军对伊朗发动这种新式的攻击的话，马上就会演变成一个区域性不可能抵抗的一个区域性的战争，而美军另一方面则是刚刚看到的是伊朗的准备，美军也做好了备战的状况。林肯号正式进入到中东之外，已经进驻到美国的一个司令部的责任区里面了，而正在进行的就是联合中东的盟友在这个区域展开了多层次的打击训练，是做给伊朗看的吗？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在这个林肯号之外，美军的军机也已经开始备战了。F-35跟超级大黄蜂现在看到都是在林肯号上面可以做好了准备。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 X 推组也特别说了，美军已经在中东地区集结了2个航母战斗群和第5舰队主力部队，出估3万的美军部队已经蓄势待发了，而包括了这个。川普本人也证实，他说呢，除了林肯号之外，另外一支美丽的舰队正在前往伊朗当中，所以预估接下来在中东地区会有2艘来自于美军的航母来面对着伊朗。X 推组也特别说了，除了刚刚看到的这一些武器之外，美国近期也将它的一架这个是 EA-37B2 的电战机部署到德国基地了，预估接下来就会前往中东地区来做准备。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有关于伊朗的核武问题，它的浓缩铀推进到60%，再加上刚刚讲的这一些飞弹，还有它的潜舰，这个法塔赫级的潜舰说已经到这个荷默兹海峡了。伊朗现在把核威胁给搬上台面，美国跟以色列还可以容忍多久呢？什么时候进攻？舰长怎么看？伊朗是整个中东的一个动乱的一个根源呐，因为几乎那里所有反以色列，他的目标就是把以色列从这个世界消灭。
反以色列的武装团体都是伊朗在提供他军援、火器、这个武器等等。所以，如果把伊朗这个政权给它消灭掉，基本上中东会稳定很多，比现在。那以伊朗的所有拥有的技术里面，其实只有一样东西让我们担心，就是这个核弹。它会不会能做成核弹？而且以他们这种对宗教神学是非常信仰的这种啊，它万一真有颗核弹啊，哪天你要把它消灭，它真的可能丢你一颗核弹。但是呢，我也特别要这个介绍一下核弹这个技术，核子浓缩铀啊，当然可以看到多少，它有一个叫做核爆，一个叫做核反应。核爆就是核子弹。我如果说这里有2公斤的浓缩铀，要在90%以上，它核爆是在0.00001秒的这个时间，全部一下子整个炸开，就整个就哇一下炸开，要到90%以上。那什么叫核反应呢？我们发电厂就是核反应，它的浓度因为比较低，所以它是一点撞一点，一点撞一点，它就像一个焖烧锅，里面水一直在焖，它会慢慢加压。如果你正常让它释放，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能源的一个提供者。但是像你说，好比说我举个例子，这个东京的那个电力公司的那个核，是不是后来也爆炸了？为什么它爆炸？你知道吗？如果它在开始一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立刻灌水进去，不会爆炸。但是因为东京电力觉得这个东西太贵了，那是几百亿美金这样造出来的，那我是一个私人电力公司，我要想尽办法救它，他就一直试图救。结果没有救好，它炸了。就是一个东西闷太久这样。所以大家记住哦，核爆跟核反应是2个不同的东西。你不要认为核电厂的也会爆炸，那个跟这个是截然不同的。是。那它目前这个东西，它只有到达60%，对不对？那个浓度一定要到90%才会核爆。那从这里上去哦，全世界都会盯着你。你差不多了，我就丢你一个这个炸弹。所以它很难，它能不能够偷偷摸摸的，你外界都不知道。太难了 ，CIA 也有这个间谍，这个摩萨德也有间谍，而且伊朗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人的这种想法，所以他想瞒住所有的是不太容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啊，伊朗跟美国现在这个样子都在拉高双方的态势，都希望对方不要动手。那他会不会打呢？任何一个国际的战争，就是他一定有一个利益，这个利益一种是钱的利益。你看美国打委内瑞拉。石油嘛，那是钱的利益。那美国上次为什么打伊朗？那是战略的利益，因为他快要把那个核弹给他做出来了。那我当然要把你打掉。那这一次他过去，他的目的是什么？维护伊朗人民的自由民主吗？那根本不会是他的这个利益里面的。所以他就说你不要这样子啊，你不要去攻以色列，不要攻我们这个美军呢，就他也在拉高态势。但是他想不想打？我觉得美军不想打，因为他没有利益。那伊朗想不想打？伊朗也不想打，所以最后就是因为伊朗内部的动乱，造成大家为他担心，但是他会慢慢的压下来，因为现在平民革命很难成功的，因为尤其伊朗的那个叫做什么伊斯兰革命卫队16、7、8万人，开玩笑，他们的装备比3军部队还要好，你想要推翻他们很困难。我不是说没有，但是美国 CIA 现在努力的在那里做这个叫做颜色革命，先让抗议的人留下来，不要走。搭帐篷，我给你吃，我给你甚至给你武器，然后开始从这个抗议变成内乱，内乱变成内战，最后是不是能够把伊朗科梅尼政权给它推翻掉？希望能够，但是我觉得它有它的难度在。但是如果你忧心美伊大战，我觉得几率很小，因为双方都看不到他愿意打的这个叫做国家的利益存在哪里。好，一方面美国也想要消灭哈米尼的政权，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有关于伊朗它的核威慑，现在对美国跟以色列已经造成威胁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持续的推进它的武器哦。刚刚讲的说，除了林肯号之外，川普说了有另外一艘航母正在前往中东。另外刚刚特别提到了，还部署了这个是新世代的电子战机，2024年才新增的这个是 EA-37B2的新世代电战机，说可以成为瘫痪伊朗防空跟通讯的第一级吗？干哥怎么看？好，我看这个就说我们现在先看哈，就伊朗也部署了流星和法塔赫中程导弹，还有特别是讳莫如深的法塔赫级潜舰，其实这是从苏联的就俄罗斯的那个基洛级发展过来的。那我相信，因为大家要晓得，伊朗具有实战经验，就是说伊朗是能打的，他
跟伊拉克不太一样，它真的波斯帝国还是有它的传统，就是说当真的威胁来临时，它是真的能够威胁以色列、威胁美军的，它具有这样的能力，所以部署这样的潜艇，其实对美国而言的话是一种威胁。那部署这样的飞弹，对于航空母舰战斗群也是一种威胁。所以美国现在最新要派 EA-37这个电战机过去，简单介绍一下 ，EA-37就是以前北约组织在40年前最夸口的，我们有E-3空中预警机，带个大圆盘，一飞到这个空域300公里的范围之内，什么飞机都逃不过我的法眼，大家了解吗？然后最近的就是什么？就是去年巴基斯坦跟印度那个战争，传说巴基斯坦是用的中国提供的 ZDK-03空中预警机，那其实就是空警500改装的。然后空中预警机在天空发号施令，然后接到了指令之后，直接指挥歼十敌人印度的标风战机，连看都没有看得到目标就被打下来了。所以大家就晓得电战机它的威力在这个地方。那 EA-37B 它是取代了什么？取代了大家最熟悉的 C-130EC-130的区域空中预警机。我们在很多电影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EC-130因为它就是美国用了40-50年的空中预警机。可是现在 EA-37B 它到底进步在哪里？因为它变成了喷射机，它不再像那个螺旋桨飞机飞得那么慢。时速才600公里而已，EA-37B 时速967公里快到1000公里，飞得快，飞得高，再来你知道滞空时间长，所以像这样子的空中预警机，它不但可以囊括以前 C-130的电子功率70%以上，然后它还加装了主动扫描阵列雷达，在它的脸的左右夹，看那个飞机你就觉得说，奇怪，这个飞机怎么左右夹胖胖的？那都是电子天线。它还承担的，我们现在常常在讲的，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立法院在审国防特别条例的时候，常常会提到 C5ISR C5IS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作战管制系统就是指挥、管制、通讯，然后电脑、网络、情报、侦查、监视这总共8项大项。就是 EA-37B 它要做的工作。好，那讲到重点，就是说结论：当 EA-37B 到了德国法兰克福的基地的时候，它直接往波斯湾因为那是最近的北约基地，它直接往波斯湾前进的时候，海上有航空母舰，天空有我的 EA-37B， 它直接瘫痪了。为什么？直接瘫痪伊朗，你可能所有想得到的防空网。由它来瘫痪，为什么？因为它的 E 代表 electric，A 代表什么？代表 attack， 也就是说 EA-37B 它会先用它的电子战系统瘫痪伊朗的 S-300跟 S-400的防空导弹，甚至有可能连中国会不会提供它那个红旗 9B？都在 EA-37B 的瘫痪范围之内，这就是今天美军先派过去，它意义在这边。而且真的如果打起仗来的话，这一架电战机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好，那我们如果假设很不幸的，真的双方发生交火的话，接下来包括了伊朗号召的真主党，要请聂老师来看，还有也门青年运动会不会全面来做参战？那接下来对于中东情势的影响 ？OK， 我觉得。世界大家都知道，从这20世纪到21世纪，最漂亮、最厉害的战争叫代理人战争嘛。那大国呢，通常呢，他不会自己先下去，先找前面的这个代理人的部队像美国当时不管用了各种，全世界都算他的代理人。像乌克兰最近的情况也有点类似因为当2个大主，比如我们讲现在世界2大势力，第一个就是中俄，还有美国这边。但大家知道有个 CRINK 呢，叫做 CRNK， 这个 I 叫做 Iran， 就是伊朗。伊朗从某个角度等于是2个极端的前面的一个某个代理人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就是，但这个之间因为霸主还是美国，所以基本上很难在他后面找伊朗做完全代理很难。但是因为伊朗它之间跟这个以色列在中东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不管
自始至终的一个爱恨情仇。那这两边的这个敌对呢，这不会马上是消减的哈。那么从各种角度都一样，因此他们不可能马上被完全消灭之下呢，不断的会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以及对对方的一些威吓。然而，伊朗前面又有代理人。你刚刚提到的这三个几个地方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大家都知道，从2年前呢开始呢，这个巴勒斯坦的战争，这以哈战争之后哈，那时候的哈马斯大家都知道，然后那是巴勒斯坦的，还有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那么当然包括这个也门的胡塞组织等等。我把它视为这是伊朗的这个前哨站，也就是等于他们的代理人。所以你会发现呢，不管是以色列要先打掉代理人战争，用那个莫萨德的这个一些情治系统跟美国 CIA， 大概把这个前卫的组织大概能够铲除就先铲除，但不可能完全。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其实也被这攻击得非常惨。当然，伊朗内急呢，当然它背后的伊朗毕竟还是一个大国，它军事实力也不差，甚至它一直想要致力发展它的核嘛。好，刚刚谈到核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全世界只有8个地方应该算是真正有核的实力，就是安理会的5大国嘛，哈，这大家都知道。另外2个就是前一阵打仗的那个伊朗和那个巴基斯坦。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在中东的以色列，对，它的弹头是很多。那么你可以说它是有，也可以说它是没有，但它实际上真的存在着这核弹头是可以攻击。伊朗当然就要发展它的这个核能，才有办法对抵御它在中东的这个维稳，以及甚至当然。这个全世界的霸主，美国的不断对他的这个制裁或侵略，当然大家也看到了，去年这个霸主这个在我们讲加拿大开这个 G7 会议的时候，突然2天就跑回去告诉大家说，2个礼拜我做一个重大决定，要对这伊朗制裁，没有想到2天就发动了 GBU-57，就钻了60公尺，有没有？好像刚讲了嘛，好像大家这个会隐会声嘛，说好像炸到了什么的，我们也谈过，如果真的炸到，怎么没有任何一个核外泄的这个影子都没有？但我只能开玩笑，它炸了60公尺嘛，还没炸到80公尺，可能80公尺有还不够深，或者当然讲不好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核设施或者核的一些技术的发展，它不可能让你那么容易就破解了，我是这样认为。当然，莫萨德也很厉害，现在也很厉害。你知道，在这之前的时候，他非常多的核能的这个研究员或者军队将领都被暗杀，都被直接命中。包括好多这个周边的跟这核有关的。但是，我想伊朗它当然这个国家大，它有它的这个历史背景的一些研发实力以及它的这些技术，因此我觉得它这个还在做。那现在讲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说，到底这个中东会不会瞬间的失控就打起来呢？刚刚看到你这边两边的布局，像我们小时候玩军演一样，好像就要打了。当然看起来也都师出有名啊，都可以做动作。可是你知道，一做动作两边都伤，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有可能 yes and no 的问题，但 yes 的机会不小。但你要知道，这个不管是真主党这个也门组织，好这些东西要去这个反击，说要极力这个去反击这个所谓的另外一方势力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顶多是区域性的战争。我跟各位讲一下，这是我的发现。其实20世纪大家知道什么东西最重要？能源。你不管汽车、飞机都要靠能源。就21世纪是靠什么？没有，因为科技已经转变了 ，technology 变化以后，现在已经不是完全能源，是要靠电力。电力不一定完全从能源来，因此能源的至关的一个唯一关键已经不是了。因为中东战争可能不会像过去这样子，当打下去还是会很严峻。但是过去如果是一样以能源为主的话，这些能源产油国家一定会造成一个长期战争，一定会一直在争来争去。但现在已经不太是了。不过当然这个事情我们只有观望，也就是说真正发生，我觉得是有这样的机会，但我觉得它是区域性的，对世界上会产生马上这个所谓能源的一些危机，当然也会一定会，包括荷姆斯海峡这么是重要。当然金融市场会不会造成动荡，我觉得也都会，但是现在看起来不会像以前那么严峻，那我们还是要这个严阵以待之了。今天中东情势要带观众朋友赶快来关心到是哈米尼现在已经正式的坐镇在地下碉堡里面了，要指挥全面的作战。另外一头，今天会持续来关心到是美国的航母现在逐渐已经要杀进波斯湾了。另外一方面，还有战俘454枚已经上膛，而且川普喊话了，他说伊朗核武已经正式的离他造出来只需要2个月的时间。美伊在这个摊牌时刻，我们今天会来关心是会美国先打瘫伊朗，还是伊朗先造出核武？今天会一起来做解读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读的是，伊朗现在正式的进入在全面作战了。刚刚提到的哈米尼，除了坐镇在地下碉堡之外，今天也会来关心到，不管是在地下，其实呢，伊朗它也有秘密的这个藏飞弹的地方，而且是非常多
的量。那影子航空则是在这个天空呢，它走私各种的武器，所以现在武器得到的速度等等都还算蛮快的。另外就是核进度了，现在到底如何了呢？伊朗真能撑过美以的第一波打击吗？今天会做解答。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会来看到是美国的武器已经全面上膛了，不管是林肯号快要到波斯湾，战斧巡弋飞弹，还有各种的战机，不管是 F-15或 F-35也都准备好了。这是第一波就要打瘫伊朗吗？最后今天会来关心到伊朗现在核武的进度，因为呢，川普在论坛上面已经直接最新放话，他说伊朗2个月内就可能拥有核武了。那美国会不会直接干脆先下手，把核设施放在第一波打击就把它处理掉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谈了很久的林肯号，现在已经快要正式的开进在波斯湾了，预估在数小时内就会杀进波斯湾。现在欧洲的航空公司也都拉起警报了，要求说，航空公司啊陆续宣布不要飞往以色列跟波斯湾的航线了。另外一方面也被看到说，美国的运输机跟空中加油机也都逐渐的抵达在中东地区了。赶快来看到现在 X 网上面特别列出了美军在中东的火力网，一系列的从不管它的是航母、它的飞弹、它的巡弋飞弹到战机已经全面准备上膛。赶快来稍微盘点一下，包括林肯号搭载了6个战机的中队，并且有伯克级驱逐舰配备大量的战斧飞弹。现在预估呢，战斧齐射能力可以到358枚，如果再加上这个航舰打击群的话，可以高达450多枚。而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战机也都已经准备好了 ，F-35、F-15、F-16，甚至还有 A-10攻击机。那我们来看到伊朗方面也是现在喊说已经全面备战了。伊朗的方面则是准备的是除了哈米尼坐镇碉堡地下化之外，他们有武器的走私线跟核倒数。赶快来也列一下伊朗现在全面备战做了哪一些准备。哈米尼现在已经在地下碉堡指挥作战，并且传出他已经在这个碉堡里面选好未来的接班人选，以备不时之需。而且另外一方面，他们在这个地下的基地也有各种的准备，尤其在7年前，他就已经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的边境盖好了这个地下的基地，主要就是用来储存飞弹、运送武器、支援伊朗跟他的附属民兵，更是向真主党来运送武器的重要路线。航空，我们来看到革命卫队则是透过民用的航空公司，他们可以规避各种的国际制裁，偷偷的走私各种伊朗所需要的，不管是武器、资金，甚至到设备等等。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盘点一下，现在哈米尼已经正式进入到地下碉堡了，是全面备战模式。而地下化，我们刚刚提到的，不管是长兵这些飞弹、影子的航空走私到核武的发展，这种拖不垮的战争会不会让美国进入长期消耗战？那美国这次寄出的各种武器，不管是航母、它的战斧 F-35，是威吓还是准备开打？小舰长怎么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航空母舰除了福特号，它现在还在加勒比海之外，其他的都在这张表上，也就是尼米兹级的。那浅蓝色的，也就是最近有动态的部分那如果说我们看到在这一个在这个美国西岸的部分其实有动态的就是罗斯福号。那另外这边就是我们看到的林肯号，它已经进入了阿拉伯海了。那实际上来讲，它的战机的作战半径也已经涵盖了伊朗了那另外呢，比较特别的一件事，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这一个罗斯福号。罗斯福号它已经从圣地亚哥起航了。另外还有一艘，也就是布希号。布希号它原来的位置呢是在这一个诺福克，也就是美国东岸的部分。它出海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动态或消息，我们都应该怀疑例如说像这一个罗斯福号或者以及布希号都是后备准备要进入到前往波斯湾的部分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张呢，也就是实际上来讲在22日，那也就是多天前这个
林肯号它的一个400海里的一个作战半径，其实就已经接近了，那现在已经涵盖了。那除此之外，我们讲到大军未动，粮草先行。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有关于 C-17这种空中霸主的这种运输机，它已经从欧洲不断的向这个无论是约旦或者是这一个以色列进驻运输各种的装备啊。那这种装备呢，到底是什么？我们目前不得而知。而且实际上来讲，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我们应该要看到这一点，那也就是迪亚哥加西亚岛的部分。但是很可惜的，也就是最近15天，迪亚哥加西亚岛它都是这个被这个白墙啊，也就是白云密布，我们看不到任何的一个部分呢。那有关于刚刚我们讲到说那个可能的动作，其实都跟去年的6月17、5月之锤的状况有点像。不过这一次可能它的打击的目标点以及它的一个攻势会更为强劲哦，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边就是林肯号。那这边呢，其实有很多的说法，像这张图它上面写的是艾森豪号，可是艾森豪号现在才刚刚出发而已，它要到达地中海还需要最起码2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应该也不是。那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伯克级驱逐舰，因为原来在这个中央司令部辖下，在这个波斯湾这边原来就有部署，所以它也可以作为第1级的一个目标啊。是，那也就是其实伊朗早就知道它可能会面对这种打击了，这个已经大概这个图片已经超过5年以上了哦。也就是 BBC 当年访问伊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有的这个其实因为我们只截一张图啊，它是一望无际的，通通就是它的它的地下掩体里面全部通通都是这些弹道飞弹。那另外他们还进行过校阅的这个动作啊，所以我们说其实美国跟以色列面对这个伊朗可能的反击，就像当年5月之锤之后所遇到的，我们看到这个一个一个后面拖的白色尾巴的，全部通通都是弹道飞弹。那这些弹道飞弹为什么后来对于以色列造成重大的打击？因为以色列没有办法，大家不要认为这个是由铁穹，其实它有更厉害的，也就是大卫投石以及剑士2式、剑士3式，但是那个造价都非常昂贵，因为剑士3式它可以飞到的高度已经高达了2000公里，剑士1式是1000，剑士2式是1000公里啊。那也就是说，这么多弹药的一个耗损，无论是2式或剑士2式或剑士3式，还有美国部署的萨德，其实这一些累积起来都是天价，而且它的数量不足。至于说他们现在要攻击的这个，可能是就是有关于地下核设施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是上一次被攻击的纳塔斯的部分啊。可是现在他们挖了一个更深的，也就是之前的碉堡克星的范围的攻击的有效范围更深的，那也就是这一块啊。那个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这么急于动手，拿着一些就是伊朗内部的问题，然后就来做事。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因为他们要遏制伊朗的这个核弹的一个研发。是，确实哦，川普已经说他预估2个月内伊朗就可以造出核弹。针对刚刚的同样的问题，委员要怎么看？美国大军调动有威吓的成分，也有实际要进行攻击的计划，但是这里面真正的关键是到底美国的情报灵不灵？如果美国情报很灵，它会很迅速的进行攻击，那也可以很迅速的撤退。那如果美国的情报不灵，那可能要拖一段时间。情报灵不灵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教士集团的领导人大概有30个人名单是在美国的铲除的名单上面。比如说哈米，你躲到哪里，你能不能知道？尽管它地下碉堡，美国有钻地炸弹有各种方式可以来进行攻击。如果没有办法把这30个教士集团的头目给铲除，那伊朗的这个问题还是会一直存在。伊朗的问题就是教士集团
贪污腐败跟动不动就是要恫吓其他国家的问题哈。那第二个就是革命卫队的头目也有50几个人啊。那为什么说这50几个革命卫队的头目加上30几个教士集团头目一铲除以后，伊朗就会风平浪静，回归正常？因为这些人都是阿塞拜疆人，这是伊朗很独特的历史原因，就是满清皇帝少数统治多数，伊朗人没有一个人当中国大陆官，通通是满清皇族，你就知道这个很特殊。所以只要这一些人铲除的话，他的整个国家的权力就会回归到民选的总统、民选的国会跟民选的政府身上。他不是没有，而是什么？他根本就是摆个样子的。而真正的什么？这个总统啊，不是位阶最高，也不是权力最大，反而教士集团不用选举的，位阶最高，权力最大。那教士集团是靠他们组织的革命卫队来保护，来进行恐怖统治。那目前这个整个伊朗的国家的石油收入是怎么分配啊？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控制这个国家，因为伊朗的那个财政部只收到30%的收入。另外40%归革命卫队，30%归教士集团，你就知道这个集团贪污有多么严重。对，所以面对这个状况呢，美国除了说目标可能要攻击核设施，目标可能也要攻击它的导弹库，但更重要的是铲除这80个人才是他美国的当务之急。而且这80个人在伊朗的社会里面也失去了他的威望了，所以现在铲除是个好时机。可是问题是你情报到底灵不灵啊？像以色列在铲除真主党的时候，那情报准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那你现在能不能对伊朗有这么准确的打击力？如果有的话，美国就会很快的动手啊！而且这个动手，中国、俄罗斯又不能说什么啊，因为中国、俄罗斯自己也知道，这个伊朗这个教士集团已经到了满清末年了。是第一个你是少数民族，第二个你是外来人。第三个，你透过回教去控制这个国家，反而大多数的伊朗人是被统治的，只能选出一个没有权力的总统所以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是给这个美国很好的机会，只剩下看情报灵不灵而已。好，所以美国的目标很清楚了，包括了伊朗的重要的80位领袖，还有导弹库跟核设施。尤其现在川普说了嘛，在2个月之内，伊朗就可以拥有核设施。所以美国会不会趁这一波的打击，首要目标就直接瞄准在伊朗的核武呢？还是有可能这个只是要打战的一个说法？杨老师怎么看？我们先看去年6月。应该是22号，就是美国对于伊朗的几个核设施，主要在3个地方，一个叫纳坦兹，这是最主要的核设施厂；另外一个叫福尔多，也是一个核设施跟研究中心；还有呢，一个叫布什尔的核电站，进行用 B2 轰炸机，用 GBU-57的巨型炸弹，就是穿下去。我们到时候那个时候都看到，就是有很多那种洞穿进去。那当然，第一时间川普宣布是一个大的胜利。虽然后来我们听到美国军方有一些说法，说好像没有真的铲除掉伊朗的核设施，可是看到了9月份的时候呢，《纽约时报》综合了一些各方面的这个评估，那觉得这一次的轰炸对伊朗是造成很严重的这个核武发展的重创，大概过去这15年来第一次使得伊朗失去了制造核武的途径。那途径指的可能就是来源、设施、浓缩铀等等之类。那到底现在它还有没有核设施？我个人觉得应该某种程度还是有，人员也有一定的存在。那有没有意愿或者是这个时机点再去重启？其实应该被轰炸之后第一时间他就思考到重启。这一阵子的内部的动荡会不会使得革命卫队最高领袖想要再重启？我觉得只有加速，因为他们知道对他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来自于内部，而是来自于美国和以色列。因此，美国当然也看到这些讯息了，以色列当然也看到了这些迹象。你人员的调动啊、物资的移送啊等等之类，都很清楚可以掌握到的。所以，川普大概才会说2个月。但到底到什么程度，这作为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有时候这个程度跟细节决定很多东西。可是，其实对川普而言
那我觉得一旦有这种疑虑哈，对一个像有核武准备的这种你的对手，你只能够用最宽松的角度来去做评估，你不要问太多的细节，因为一旦他真的有核武或者做起来之后，那整个局势就改变。因此，现在他如果可能会打的话，我觉得大概3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针对核设施，要阻止你现在继续去发展，那这当然消灭这种未来的隐患。那第二个当然一种警告，但这个警告其实跟打击的第二种可能也是，他除了核设施，他会不会去打斩首，对，或者是军事设施？那这些作为跟打核设施一样，其实也在推动政权的改变，也就伊朗内部政权的改变。他不用地面部队，他用打核设施的名义，他用斩首的方式，然后推动伊朗内部的这种动荡，然后呢政权的改变。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他要保护美军的基地跟以色列，这个也就是说在针对核设施上面他的这个评估。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回过来看啊，当初去年6月22号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可以说只能这样评估，打得不干净，对，一定留下了一些东西。那现在呢又有重启的可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持续的关心到中东的战事，因为现在看起来是即将要开打的前夕了吗？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军事武器是已经全部逐渐的投入到这个在中东附近的战场了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尤其现在要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强势的它的强援抵达了伊朗，以色列只是慌张急求川普来突袭开战，24架的 F-15E 已经急奔中东了。中美军武巅峰对决，难道真的要开打了吗？今天会一起做解读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来特别看，包括了现在特别提到了 LexX 上面的这个报道上面写说呢，16架的中国军机已经急奔德黑兰了，包括红旗9B 疑似也到位了。这个到底是军事援助，还是等于是中国大陆？难道会真的默默的下场吗？难道中东会出现第3股势力吗？美国在这个情况之下还能当作是没有看到吗？第二件事情是，伊朗在最近几天高调的放话说，他们已经成功试射了洲际弹道飞弹，而且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这是真的吗？还是一种心理战呢？美以会不会因为这句话而被迫提前动手呢？美以还在等什么？最后来关心到的是，以色列也放话，他宁可承受来自于伊朗的700枚飞弹，也要推翻伊朗政权。这一种极限的挑战，会不会迫使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也介入在中东战事当中？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分析。中东现在火药味一触即发，伊朗难道真的不再被孤立，有了中国大陆甚至俄罗斯的帮忙吗？正在悄悄的接收中国的军火吗？这是来自于 X 博主 War 上面特别做了一个爆料，说伊朗近期收到了大陆制红旗9B 的防空飞弹系统，并且在过去56小时内，至少16架中国军用运输机已经直奔德黑兰了。另外一方面，伊朗则是再次的对外宣告，成功试射了洲际弹道飞弹，射程甚至他说直指美国的本土。这样子的一个测试，虽然还没有获得外界的一个证实，但已经让国际社会非常的紧张了。而美以在另外一方面，则是全力的在加强部署。我们现在看到说，谈了好久的这个林肯号，现在已经正式通过马六甲海峡，几天之内就会正式抵达中东海域了。外界预估说，一旦美国的航母正式到达，那么就是开战的倒数前夕了吗？再来就是看到 F-15E 的战机也逐渐到位了，从英国基地紧急空运至中东，数量预估会高达24架。再来看到是4架的 C-17A 的战略运输机已经抵达了约旦的军事基地，甚至是包括了我们看到 KC-130大力神已经落地在以色列了，疑似就是要运送军备的支援，美国要来特别援助以色列。而此刻我们来看到以色列的防长特别参谋长特别出来放话，他说已经为突袭战争做好准备了，只要能够推翻伊朗的政权，我们以色列即便承受来自于伊朗的700枚导弹袭击，我们都在所不惜。而伊朗的军事专家预估，美国跟以色列正在接下来筹划对伊朗发动的是
混合战争。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中国大陆的角色？难道真的会介入在这场战争当中吗？是否将中东推向新冷战？美国接下来会怎么做？而伊朗宣示它的洲际弹道飞弹已经可以覆盖住整个美国的本土了，这是战略吓阻还是一个心理战？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在伊朗的这个情势的变化当中哦，看到这个来自于北京政府的一些操作，其实不难可以理解到，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好，俄罗斯也好，他们已经看懂了川普在全球下的这盘大棋，真正的目标就是剑指中俄嘛。所以其实我们熟悉中国历史就知道说，当年战国时期，秦国那个时候要一统六国，他采取什么策略？他就采取远交近攻啊。就是对于我没有办法处理的，对于力量过于强大的，我就对他示好，跟他交朋友。然后呢，我麻痹他，我让他在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剪除他旁边的羽翼，然后我把我周边能够攻下来的我都攻了。那等我把我自己的这个力量巩固好之后，我再挥军向这个原本我的朋友，我就来开始面对他们了。所以你看到川普在处理委内瑞拉、处理伊朗、处理这个格陵兰，川普几乎没有毫不讳言的在讲的。目标几乎都是剑指中国跟俄罗斯嘛，特别是像格陵兰，他不断的强调，他要拿下格陵兰，就是因为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这个北冰洋的航道已经部署了太多的这个装备在那里了，他们必须要遏制中俄哦。然后他拿下委内瑞拉的时候，他讲了什么？他说美国加上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占了全世界的55%了。大家想想哦，如果再让他拿下伊朗的话，他所掌握的这个全球原油产量绝对超过70%。那在那个情况之下，你说中国大陆当然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啊。委内瑞拉的油大量都是输往中国大陆，伊朗的亦复如此。那你更不要讲说伊朗所处的地理位置，不管是空中航线或者是这个地面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位置，它其实都是站在非常重要的战略枢纽。一旦伊朗失去了，中国大陆的中欧班列马上就会受到冲击。那么所有的相关的航班。美国现在飞中东的机票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美国的飞机不能够飞越伊朗的这个上空，不能够飞越伊朗的领空。但是如果这个情势改变了呢，变成美国掌握了伊朗呢，那接下来对中俄来说，他们所失去的远远超过于委内瑞拉可以造成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北京也好，或者是这个俄罗斯采取更大的动作，其实也并不令人意外了。那你说美国这个时候要不要动手？美国早就动手啦。我们不要讲别的，就是在过去这段时间，所有的伊朗的抗争行为都是 CIA 干的。就是我2020年在帮韩国瑜打总统大选的时候，香港莫名其妙就来一个反送中了，等到蔡英文当选了就不反送中了。所以呢，香港最近的审判都已经出炉了，这个背后这个引发骚动的是谁？就是 CIA 啊，还有谁？所以今天美国跟摩萨德把他所有在伊朗潜伏的人马，通通都投入了这场所谓的这个骚动里。但是在这个骚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说这个骚动没有推翻伊朗政府，因为这个骚动的群众他们缺乏一个核心的精神领袖。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件事哦，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各种报道说伊朗断网，可是呢，星链却成功的突破了伊朗的断网。各位。星链到了它上空，不是说你打开手机就可以连上星链的。星链在地面上要有接收站，要有发射器啊，那不是一台的问题，那是几千台。那几千台什么时候运进去的？就如果今天没有地面的这些接收跟发射器，就算星链的卫星全部集结在伊朗上空，打开手机什么都收不到的。那这么长时间的部署哦，你说不是 CIA， 不是摩萨德，谁做得到？所以美国早就动手了，只是说他不敢打地面战而已嘛。今天以色列虽然讲狠话，他说我承受你700枚导弹在所不惜，对我打了你700枚，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入侵我的国土啊，因为你离我有距离，而且我国土这么大，你要占领我整个伊朗吗？你要怎么占领？这现在也是美国的难题啊。他就算来了 F-15的这个战斗机，他就算运了再多的这个相关的装备，他就算林肯号到了那里，他还是要地面部队因为那是伊朗，那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国家。你美国打伊拉克，美国打土耳这个阿富汗，要不要地面部队？要啊，他要大量的投入地面部队。所以对美国来讲，我觉得他现在最大的两难就是，他究竟能不能够在损失最小、付出最小的情况之下达成这个任务？那么我认为美国在评估当中，所以这个时刻中国大陆采取更大的动作，我觉得是有助于牵制住美国，让美国要重新思考。那你说至于说伊朗有没有洲际弹道飞弹我觉得也不无可能啦，因为其实对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来讲，你要帮助伊朗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他有洲际弹道飞弹，不管是你给他，或者是你帮助他研发，因为只要他有了，他跟美国就是要做保证相互毁灭。那么美国就要想一想了，就我如果真的要发动战争，或者我让以色列发动战争，我的国土会不会受到你洲际弹道飞弹的攻击？这就是美国要考虑付出的代价了。好，这一场可能即将要引爆的战争，现在看起来也涉及到了中国大陆跟美国，还有俄罗斯等等各个国家的武器的一个对决。那刚刚委员帮我们提到了，现在美国在伊朗这边还是缺乏地面部队，不过现在眼前有包括林肯号逐渐要到位，然后再加上战机等等，有了包括伊朗的方面，他现在拿到的是中国制的红旗9B 等等，还有它的运输机现在运一些武器，真的能够有效的阻挡来自于美以的攻击吗？干哥有怎么看？好，我特别注意到，就是说，中国军用机军用的运输机有16架紧急飞往德黑兰。这句话我特别有兴趣，为什么？你知道，有16架军用运输机，我可以告诉各位，那叫做战略运输机，不是那种我们常常我们自己看到的那种。4个螺旋桨这样巴拉巴拉巴拉，那个飞不到的，为什么？它需要空中加油。所以从最简单、最接近的基地，比如说从西安，或者是从那个国内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湖北的基地，直接飞到德黑兰的话，那一定要大型长程战略运输机，那就是运20，一次出动16架，很多。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中国大概目前有30架运20成军，一次飞那么多去，带的是什么东西？带的就是红旗9。大家可能对红旗9听过很多次，不太了解它。我可以告诉各位，红旗9就是类似俄罗斯的 S400，本来是 S300，但它的提升它的性能已经到了 S400了。有个国家在美国多少次警告的情况之下，他最后还是买了红旗9。为什么？因为他认为红旗9真的好用，它叫做埃及，好不好？结果埃及用了以后，真的说很好用。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在去年的12日战争之中，就验证给你看红旗9B到底它的性能如何。听说他把俄罗斯的 S400的防空飞弹给击落了，就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防空飞弹击落防空飞弹。天下有这种奇怪的事情。也就是说，告诉你，红旗9B 的性能，它本来是仿 S300而来的，而达到跟 S400有相同的功能。结果我竟然可以拦截印度的、巴基斯坦的那个红旗9B，拦截了印度的 S400系统。现在大家就可以想象到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说，我现在已经青出于蓝了。所以说，在那个战争之中，不仅仅是巴基斯坦的枭龙或者是歼10。打下了印度的标风战机，连防空飞弹都已经胜于印度一筹，而印度的那个原来的系统是俄罗斯的系统，所以红旗9B 不是只有这么简单而已。这样你就比较了解到底它是什么样的系统。红旗9B 现在是部署在中华神盾上面最重要的系统，也就是说海军大家所听过的055大驱或052D 中华神盾。他们主要的防空系统就是海红旗9，跟陆上的红旗9B 是同一个体系出来的，也就是现在中国的主力防空飞弹、区域防空飞弹，射高30公里，射程300公里，然后它可以应付饱和的电子干扰环境。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飞弹用16架运20，赶快运到德黑兰去，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就是我赶快援助你。为什么？因为你原先用的 S300或是 S400俄罗斯系统可能没有办法应付新的威胁。什么叫做新的威胁？新的威胁叫做 F15E。美国的 F15E 是出了名的炸弹卡车。这个飞机一飞过去，身上带24颗炸弹。它飞到德黑兰去的话，它一丢，一架就丢24颗。这24颗可不是小炸弹。每一枚都是500磅的炸弹，一丢到德黑兰的头上的话，那你头就痛了。如果这次派了24架去，2个中队，这种炸弹卡车，它也不是自己就飞过去的，它也会面对很多德黑兰的防空系统，它也有电子压制的。所以这次他如果去的话，会不会被红旗9B 打下来？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特别现在接下来要关注的重点。不过我们可以理解到，不管是 F-15E 炸弹卡车，或是 F-35隐形战机，都会被防空飞弹打下来。只是远近以及多跟少而已。只要你第一次进去我拦不到，第二次你一定会被我拦到。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战争的一种艺术，就是说我们都是处于在时代尖端的系统。如果今天中国已经紧急运送了红旗9B 到德黑兰去，那现在 F-15E 真的跑进来要空袭德黑兰的时候，红旗9B 抓得到抓不到？刚开始也许抓不到，但你来第二次，我一定抓得到。就像巴基斯坦抓得到印度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大概简单讲到这边，就是说，如果那个美国跟以色列要联合进行空袭行动的话，碰到中国的红旗9B，可能要特别小心一点了。好，现在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武器，都已经急忙的送到了伊朗这边去。那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他也直接喊话，这是他的参谋长，国防参谋长直接说，宁愿承受700枚导弹袭击，也要推翻伊朗政权。中俄在这个时候会介入吗？苑老师怎么看？我们一般人呢，对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抵御能力啊，就是说有一种顾虑，就是说以色列在前一阵子，就是2025年6月份的时候，挨了伊朗的导弹啊，非常多，上百颗的导弹以后呢，觉得大家都看到那个惊心，就是触目惊心的那些画面了哈，就觉得以色列这里被炸，那里被炸哈。但是实际上的话呢，我告诉大家，就是说以色列本身呢，现在是基于3个理由啊，它是对于这个伊朗的话呢，是非要动手不可，所以他的参谋总长扎米尔啊，他的表现的态度非常强悍，而且以色列从以色列已经打了2年多了哈，这个以色列现在没有停的意思，就想要毕其功于一啊，要把伊朗收拾掉。有3个理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伊朗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以色列会攻打伊朗的主要理由就是以色列注意到伊朗的核能的提炼的整个过程并没有被川普摧毁掉。这是大家现在都已经知道的事情，而且以色列的话呢，非常非常担心伊朗拥有核武器。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再加上飞弹、导弹的话呢，它一定会对以色列发射。这以色列这样认为啊，实际上的话呢，也可能是对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伊朗的带头呢打代理人战争呢，那个叫抵抗之湖啊。那么现在的话呢，整个基本上只剩下伊朗了。啊，其他的话呢，从哈马斯开始到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啊，到这个叙利亚呀，到什么所有原来支持伊朗或是说伊朗拿钱在支持的代理人战争的话，现在都被以色列打垮。所以以色列现在就是说要把伊朗的借这个机会呢，就把它真正的打垮一下啊。所以说那个第3点原因的话呢，就是以色列认为是机会难能可待。这个机会的话呢是2方面，一个是川普在当总统，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伊朗前一阵子的话呢闹得很厉害，伊朗闹的原因啊，除了颜色革命的因素以外呢，还有一个是通货膨胀的问题。现在的话，1个美元可以换到伊朗的钱了140万呢，140万。所以伊朗人的生活当中的话呢，普遍来讲是不满意的。不满意呢，那以色列呢，前一阵子呢，突然表现得出奇安静。就是基本上是在搞内部的这种联络啦，啊，那个摩萨德就开始动作。所以说这3个原因合起来的话呢，对以色列来讲的话呢，只要我能够抗得住第1波、第2波的导弹攻击的话呢，能够借这个机会让伊朗什么呢？不一定要让它消灭，也不一定要占领它，要让它乱，3个乱啊，所以说它就够了，以色列就够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东的战争是一触即发的。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